茶胡子来到266的门前，看到了门上的监控电话虫。他知道卫兵们都在看着自己，于是对着电话虫告诉大家，凯撒就是个大骗子，是个杀人犯。卫兵们当然不会相信茶胡子。凯撒脸色一沉，这小子看来是找死。他带着一队卫兵亲自乘坐升降梯来到2栋1层。迎击凯撒见到茶胡子后，秀了一波演技，暗地里已经动了杀机。茶胡子当然不会相信凯撒，他要当着大家的面曝光凯撒的阴谋。但是他发现自己居然再也说不出话来。原来凯撒趁着他不注意的时候，给他注射了肌肉松弛剂。茶胡子脚下一软，倒在地上。卫兵们对茶胡子的奇特行为很不理解，在一边哄笑一片。凯撒来到茶胡子面前，低声告诉他：“你的手下都是被我故意抛弃的。还有4年前在岛上引起大爆炸的，不是贝加庞克，而是我。”凯撒一阵暴虐的笑声，茶胡子恨得咬牙切齿，拼尽力气去抓住自己的砍刀，砍向凯撒。但是他不会霸气，根本伤不到凯撒分毫。凯撒装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呼唤卫兵们：“茶胡子发疯了，快救我！”卫兵们立刻举枪，无数子弹打在茶胡子的身上。而这一幕正好被赶过来的路飞撞见，一个武装色的巨大拳头从走廊中怼了出来。凯撒吓了一跳，赶紧躲在一边，拳头擦过凯撒，打在墙上。路飞对凯撒怒目而视，欺骗了岛上所有人，拐骗孩子进行药物实验，开发大规模杀伤化学武器的就是这个人。路飞拍了拍茶胡子的脑袋，表示自己一定会替他报仇。凯撒看着满腔怒火的路飞，丝毫不慌，他靠过来，嚣张地对着路飞说道：“你小子知道我在研究什么吗？罗想要拿走的是一种名叫 SAD 的东西，那种东西只有我能做出来，那是制造动物系人造革母果实 Smelin 的原材料。多弗朗明哥就是利用这种人造革母果实和新世纪的大人物们做交易。据说4皇中的一个人已经利用了人造革母果实，组建了一支上百人的能力者军团。老子可是有后台的，你敢动我，就是得罪了我身后的大人物，你得罪得起吗？赶紧趁早跑吧，从我的眼前消失！”路飞头上的青筋暴起，一拳砸在凯撒的脸上。与大人物为敌，我随时奉陪。路飞这一拳头直接将凯撒的鼻子打碎。凯撒慌得一批，还在不断的威胁路飞：“王下七武海、多弗朗明哥、4皇，那都不是你们这种小人物能得罪得起的，还不快跑！”路飞面无表情的走向凯撒，又是一拳狠捶在凯撒的脸上。而另一边，斯摩格和威尔哥混战一起，虽然斯摩格略占上风，但威尔哥只伤到了皮毛而已。他面无表情地告诉斯摩格：“你这种水平根本打不赢我。”威尔哥一拳就抵得上斯摩格5拳的威力，将斯摩格揍得爬都爬不起来。躺在一边的罗一看，这小子太废了，还是我亲自来吧，要不然大家都得死在这里。不过现在自己的心脏还在威尔哥手里，自己实在是不好发挥。威尔哥根本不和罗打架，直接捏爆罗的心脏，罗就已经疼得死去活来了。这时斯摩格学聪明了，他终于意识到了自己和威尔哥实力的差距，光凭自己肯定是打不过威尔哥的，只能与罗联手。斯摩格化成一大片烟雾，将威尔哥困在其中，不断的出拳骚扰威尔哥。趁着威尔哥不注意，斯摩格将罗的心脏偷了过来，利用烟雾的掩护送到了罗的手上。威尔哥用手中的竹棍一棍子砸断了斯摩格的尸首，将斯摩格再次锤翻。准备下死手的时候，罗站了起来：“我的心脏已经收到了，斯摩格。”罗说完，用入目将整个房间笼罩起来，拿回了自己的帽子，干架就要装备齐全。罗知道在威尔哥的口袋里放着多弗朗明哥的电话虫，多弗朗明哥一直在关注着岛上的动态。罗告诉明哥：“你的得意部下威尔哥就要完蛋了，你的生意也要摧毁了。”明哥倒是一点不慌，对威尔哥的实力他还是很放心的。就目前而言，没有人的武装色能在威尔哥之上，就算是罗的切割能力，威尔哥的武装色也能防御住，罗是赢不了他的。威尔哥脱下自己的外衣，露出一身的肌肉，外加全身武装色霸气，凶神恶煞，霸气十足。倒在一边的斯摩格都看傻了，原来威尔哥跟自己打的时候用了才不到5分力。威尔哥提着竹子以极快的速度冲向罗，罗的一刹那发动入目，电光火石间，罗的鬼库已经出鞘。只听一声脆响，威尔哥连同整个研究所，连同整个岛都被罗劈成2半。距离顶上战争已经过去2年时间，时过境迁，后来者居上，而你们那些人只是在原地踏步而已。电话筒那边的多弗朗明哥再也笑不出来了，半个身子的威尔哥抓起竹子跳起来，还想最后再挣扎一下。罗直接用能力给威尔哥分了尸。由于罗的能力，这个研究所马上就坍塌了，把威尔哥留在原地等死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罗与斯摩格头也不回离开了房间。研究所的顶棚不断有巨石掉下来，看起来支撑不了多久了。凯撒十分愤怒，让手下立刻打开通风口，将外面的毒气放进来，来个大屠杀。反正自己是气体，不会死，就把其他所有人都干掉好了。卫兵们很懵，如果把毒气释放进来，自己人也会死掉的。凯撒情急之下说出了心里话：“你们只不过是一群垃圾而已，死不足惜。这种替代品我要多少有多少。”
卫兵们愣在原地，但是无奈他们被凯撒洗脑太深，还是相信凯撒不会伤害他们，听从凯撒的指令打开通风口，毒气瞬间灌进了房间。凯撒有能力将毒气吸入进自己的身体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紫色怪物。凯撒变身后，第一个杀的不是仇人路飞，而是自己的属下。这一下，那些卫兵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真的只是凯撒的小白鼠，凯撒对他们毫不手软。路飞想了一下，决定给凯撒来一招重拳打击，于是转身就跑。凯撒以为路飞怕了，很得意，转身开始虐杀自己的手下。小兵们彻底死心了。这时，意外闯进监控室，一直躲在后面的乌索普跳了出来。小伙伴们不要难过，跟着乌索普大神保你们吃香喝辣。小兵们又绝望又愤怒。刚刚监控中，逃跑团的团长路飞明明也被凯撒吓跑了。看来不管什么人，总是会背叛自己的属下，将属下无情抛弃。乌索普整理一下帽子，严肃地说：“你们可不要侮辱我的船长。如果他是那种轻易背叛手下的船长就好了。我自己还想逃命呢，可是他一直都站在伙伴一边，让大家心甘情愿地拼上性命保护他。所以请你们也要相信我们的船长，路飞是绝对不会原谅凯撒的。”待在监控中，突然看到逃跑的路飞又跑了回来，他的拳头变得巨大，加上武装色霸气后，就像是两个巨型铁球。路飞从走廊中一个加速助跑冲了出来，将拳头丢向凯撒，挥胸枪。巨型气体怪物凯撒出手和路飞硬刚，两人僵持了几秒。凯撒发现自己完全没有打败路飞的胜算，哭着求饶，结果自然被路飞愤怒击飞。我再也不想看到你这张脸了！全程观看直播的那些黑市大佬们为路飞此举震惊，居然干掉了凯撒。明哥要行动了，哦不是新世界那些和凯撒有联系的大人物们就要行动了。路飞这一拳不仅解了心中的愤恨，同时得罪了很多人。岛上的幸存者们正赶去唯一的出口266，而警卫们为了找桃之柱，带着布鲁克向反方向奔去。此时毒气已经慢慢灌满壁洞，路痴索隆不断的跑错路，在达斯基的指挥下终于找对了方向，追上了娜美等人。山治一见索隆这个样子就要发飙了，自己都没碰过达斯基一下，索隆居然扛着人家跑。研究所很快就要坍塌了，乔巴指挥海军的医疗班们将暂时脱离生命危险的黑发女孩扛起来带去安全地带。路飞打败了凯撒，乌索普也得到了卫兵们的支持。他占用了监控室的设备，利用隐形电话筒指挥乔巴逃跑路线。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让大家都逃到二洞，然后在毒气进入二洞之前关闭闸门，将毒气挡在外面。大家很快在二洞汇合，罗和斯莫格将 ICD 制造室的医疗运输车拖了出来，这是逃跑必备的交通工具，乘上这个才有机会逃出去。海军们看到斯莫格平安归来，喜极而泣。斯莫格严肃低吼一声：“都给我闭嘴！”罗看了看一片狼藉的现场，就知道路飞已经把凯撒打败了。打败是打败了，但是绑架计划还是要执行的。路飞拉上了脸，我现在不想绑架这种人了，让他滚蛋吧。罗一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居然凭着自己的心情随意改变作战计划，这是罗见过最任性的人了。罗严厉的让路飞把凯撒找回来，路飞拖着脸十分不情愿。研究所就快要支撑不住了，现在只差乔巴和布鲁克一行人了。路飞一脸担忧的看着走廊，等着乔巴回来。乔巴这边，布鲁克和警卫们跑过来与乔巴成功会合。警卫们因为寻找桃之柱，跑进了毒气区域，中毒变成了石灰人。布鲁克抱着警卫们的石灰雕像，一边哭一边找到乔巴求助。毒气很快侵入过来，现在可不是逗留的时候，大家拔腿向阿洞赶过去。罗指挥大家乘上运输车，准备启动运输车，载着众人奔向港口。可是人员还没有到齐，路飞不肯离开。斯摩格等海军也因为属下没回来，只以等在原地。为了防止毒气涌进二洞，乌索普启动了关闭闸门的按键，壁洞通向二洞的闸门眼看就要关上了。路飞紧张地看着门对面的毒气，突然对面传来熟悉的声音，是乔巴。接着路飞看到一群人奔过来，大家在闸门关闭的一瞬间成功地冲进了二洞，全员到齐，除了警卫们，大家都安然无恙。全员登上运输车，开始大逃亡。而另一边，米格为了保证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派军团杀手 Baby Five 和战斗员巴法罗到庞克哈萨德支援维尔戈等人。结果二人刚抵达庞克哈萨德上空，就看到整座岛都被毒气充满。在港口边停泊的 ICD 运输船上，只看见了被人打得奄奄一息的凯撒、莫奈和维尔戈都不见踪影。巴法罗立刻联系到了老大多弗朗明哥，明哥嘿嘿一笑，让二人不要管其他事情。回出凯撒后，迅速赶回德雷斯罗萨，只要凯撒在手 ，ICD 就能继续被制造出来，自己的生意不会受到太大影响。二人领了命。这时，另一个身影出现在凯撒身边，钢铁海贼弗兰奇将军。同一时间，弗兰奇也发现了空中的两人，双方对视一阵。弗兰奇想了想，不管对方是什么来头，先干了再说。于是发动将军所属武器，率先发起进攻。巴法罗赶紧躲开，武器果实能力者 Baby Five 一看来者不善，从巴法罗身上跳下来，用手中的机枪对着弗兰奇将军猛扫。不过弗兰奇将军可是全身防弹的，这种攻击根本就是刮掉点漆而已。弗兰奇将军摘下肩膀上的盾牌，将盾牌当作回旋镖丢了出去。Baby Five 躲开后再次变身，变成一枚人形导弹。巴法罗将 Baby Five 扔向弗兰奇将军，
弗兰奇将军立刻用左手机枪拦截，但拦截失败，被 B5 人形导弹撞击运输船。一阵猛烈的爆炸之后，倒在地上昏迷的凯撒突然被震醒，他苟延残喘地扭动着伤痕累累的尸体，意识模糊之际，他听到一阵阵心跳的声音。凯撒从自己的怀里掏出一颗心脏，这时他才想起来，这是罗留给他的海军中将斯莫格的心脏。凯撒瞬间精神过来，一手举着心脏，一手操起一把锋利的匕首。虽然很遗憾不能亲眼看到斯莫格死去，不过只要用匕首刺进去，斯莫格立刻会口吐鲜血，瞬间暴毙的。凯撒兴奋地哈哈大笑，将心脏高高的举了起来。同一时间，德雷斯罗萨的明哥接到了手下莫奈的电话。此时莫奈已经奄奄一息，和少主座最后告别。同样是反派，然而明哥却是一个魅力最大的反派。对于属下，明哥并不是把他们当做小弟，而是把他们当成家人。明哥含抱歉意地对莫奈说：“是我判断失误了，真是对不住你们。”岛上藏着一个兵器，是4年前炸毁整个岛的化学武器。多方的明哥打算牺牲莫奈，将整个岛炸平，顺便炸死毁了他生意的草帽一伙。莫奈想也没想就答应了，本来自己也是这么打算的。明哥对莫奈说：“真是抱歉。”莫奈将电话听筒放在一边，闭上眼跪在地上，心中默念：“只有你才能成为海贼王，少主。”明哥随即打电话给威尔哥与他道别。威尔哥是跟随明哥最久的一个元老，是明哥最得力的心腹，至今为止辛苦你了。威尔哥听到明哥的话，什么也没有说，只是轻轻笑了一笑。岛上一声巨响，如同火山爆发一样，冲天的火柱拔地而起。莫奈启动了爆炸装置，路飞等人也命悬一线。我是先锋君，咱们下期见。